你听过这首歌吗？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还是这首？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那这首呢？小城故事多。这些歌都是来自同一个人。如果你有说中文的朋友，那么你一定听过他的歌。有人说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就一定有他的歌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这个人就是邓丽君。1953年的1月29日，邓丽君呢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小农村。她的爸爸是军人。她的爸爸本来呢住在中国北方的河北省。后来啊，她的爸爸跟着军队一起搬到了台湾。那个时候啊，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他带着家人一起搬到台北的眷村。那什么是眷村呢？眷村呢，是那个时候啊，很多军人带着家人从中国搬到了台湾。政府呢，帮他们盖了一些简单的房子，军人们呢都住在一起。这个啊叫做眷村。邓丽君的家很大，家里有爸爸妈妈、3个哥哥和1个弟弟。在这5个孩子里面啊，邓丽君呢是唯一的女儿，所以呢，爸爸妈妈、哥哥都非常的爱她。但是啊，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穷。家里有7个人，可是只有爸爸1个人工作。那个时候啊，台湾的东西越来越贵，爸爸的钱啊常常不够用。家里啊，有的时候连买面包、买米的钱都没有。为了生活，妈妈常常需要跟邻居借钱。可是呢，那个时候小小的邓丽君啊，是个非常好的孩子，她非常的听话，也非常的懂事。更重要的是啊，她从小就很会唱歌。邓爸爸呢，他非常喜欢中国的音乐，他自己呢也很会拉胡琴。在邓丽君2岁、3岁的时候，她只要听到歌一次，就能把这首歌唱出来。爸爸发现女儿很会唱歌，非常的高兴，所以有空的时候啊，他都会一边拉胡琴跟女儿一边唱歌。有一次啊，妈妈带着小小的邓丽君经过了一家面包店。那个时候啊，邓丽君很小，看着好吃的面包店，肚子真的很饿，非常想吃。但是啊，妈妈的口袋里没有钱，只能对她摇摇头。这时候呢，聪明的邓丽君没有哭，她呢走到面包店的门口，开始大声的唱歌。她的歌声啊非常好听，面包店的老板啊觉得这个小女孩很厉害，所以呢就拿了几个大面包送给了她。小小的邓丽君呢，用自己的歌声帮家里换了好吃的面包。后来啊，邓丽君去了学校，因为家里很穷，所以她的衣服和鞋子常常又破又旧。
有些衣服啊，还是哥哥穿不下，不可以穿的，才给他的衣服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其他的同学的午餐啊，有肉有菜，但是啊，邓丽君的午餐却只有白饭和一点点的菜。在学校里啊，一些同学发现了这件事情，他们啊，因为邓丽君的家里很穷，所以看不起她。这些同学呢，常常不跟她说话，有的人呢还笑她。但是呢，小小邓丽君啊，她非常的勇敢，她呢没有在学校哭，也没有回家告诉父母，因为呢，她不想让爸爸妈妈担心。每次呢，当她觉得难过的时候，她会在回家的路上大声唱歌。她觉得呢，唱歌是她最好的朋友，只要唱歌，她就能忘记所有不开心的事情。几年后呢，邓丽君10岁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唱歌比赛。10岁的邓丽君啊，她非常想参加，但是呢，她知道自己太小了，学校不会让她去参加这个比赛，所以啊，她没有告诉学校，偷偷的去参加了比赛。比赛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觉得她只是个孩子。但是啊，邓丽君开始唱歌的时候，大家啊都安静的听她唱歌，因为啊，她的歌声真的太好听了，完全不像一个10岁的孩子。最后，邓丽君赢了比赛，拿到了第1名。对，她是冠军。她的故事啊，在电视、报纸都看得到。后来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会唱歌的小女孩。拿到第1名以后，邓丽君啊变得很有名。那个时候啊，邓丽君的家里还是很穷。为了帮父母，14岁的邓丽君呢，开始帮家里。她白天呢，穿着学校的衣服去学校上课，到了晚上，她换上了漂亮的衣服，到不同的地方唱歌。常常啊，工作到很晚，到11、12点才可以回家睡觉。她呢，赚到了钱，让家里的生活变好了，但是啊，却让学校很不高兴。因为啊，那个时候学校觉得学生不应该去外面唱歌，所以有一天啊，学校告诉邓丽君和她的妈妈，如果你继续唱歌，不认真读书，那么你需要马上离开学校。邓丽君呢，很难过，因为啊，一边是自己喜欢的学校，一边是全家人的生活，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最后，为了爸爸妈妈，她选择离开了学校，开始了当歌手的生活。离开学校以后，邓丽君呢，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和音乐。在1967年，她出了第1张唱片。这张唱片啊，很多人都很喜欢，觉得啊，她的歌声很甜美，很舒服。在很多的地方呢，都可以听到邓丽君的歌。那个以前被同学看不起，没有钱买面包的女生，努力的用好听的歌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她啊，变成台湾最有名的歌手，而且那一年她只有
14岁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在台湾的成功只是小小的开始。那个时候的邓丽君啊，她还不知道自己以后会被更多人知道，她的歌声会被更多国家的人听到，会被更多人喜欢。她呢，会遇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故事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会告诉你，他出国以后认识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他们呢会差一点结婚。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结婚呢？欢迎你到 Lazy Chinese 的频道看更多关于他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。拜拜！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，有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。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，你也可以看到哲学、文化等等等等。在我们的视频下面，你可以看到文本。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。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、繁体字、拼音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。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，你可以下载音频，然后听很多很多遍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。好，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。